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吃鸡蛋和胆固醇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讲这个题目之前，我们先谈一谈比较有趣的一些内容啊。我们人的身体每一个细胞都会制造胆固醇的，而且我们身体对于胆固醇的回收跟再利用是非常非常严密的，大概只有5%不到5%是真正排出体外的，剩下95%以上我们身体所制造出来的胆固醇全部都回收再利用的。你可以想象到胆固醇的重要性了。那我们身体里面究竟有多少胆固醇呢？我们一直不停的在回收再利用啊，然后不够的部分它还要制造再补充啊，它制造的那个部分多了，我们还会担心会不会让我们生病啊。那究竟我们身体里面胆固醇的量全部加在一起究竟有多少啊？各位，我告诉你们一个数字啊，平均成年人体内胆固醇的含量啊，每1公斤体重大概有35克是胆固醇的。各位，我故意在这边停一停的啊，你的体重有 3.5% 是胆固醇的，你告诉我它是害你的。这些胆固醇分布的地方在哪里呢？有 80% 分布在我们的细胞膜上面。你要知道，一个70公斤体重的人，你身体里面胆固醇的重量达到了2450克 2.4 公斤啊。你身体里面有 2.4 公斤的胆固醇呢。我们等一会儿要讲你吃3个鸡蛋会不会出问题啊，我们一会儿再说。 80% 分布在你的细胞膜里面，因为你的细胞膜里面必须要有胆固醇。平时如果你看一个图片的话，细胞大部分都是圆的，那只是一个图片啊。在真实的世界里面，细胞是没有形状的，它是有流动性的，它会变形状的。对细胞来讲，有流动性是很重要的一个特殊的功能机能啊。细胞之所以可以有流动性，就是因为有胆固醇的关系啊。如果没有胆固醇的话，细胞的流动性、细胞的稳定性通通受到影响的。80%体内的胆固醇在细胞，然后呢，我们身体里面的胆固醇大约脑部占了大概 20%， 所以细胞膜跟脑啊加在一起就将近 100% 了。那说奇怪了，不对啊，我们验血的时候不是还有胆固醇吗？是的，我们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呢少于 0.2% 啊，我们全身的胆固醇在血液里面不到 0.2%。如果你听了这些数据以后，你可能会很震惊啊，是啊，怎么会这样？实际上情况就是这样，大家平时不会听到的数据。还有一些有趣的数据，每天我们自己身体体内制造的胆固醇呢，大约 0.8 克到1克左右，听起来似乎不是很多啊，因为我们身体不停的在回收再利用啊。那我们身体排掉了不到 5% 啊，所以我们身体真的不浪费胆固醇的啊。所以呢，结论是什么？我们人体胆固醇的总数量大约2到 2.5 公斤，就是在一个70公斤体重的人来说，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只有几克而已啊。那每天胆固醇的合成大约1克，所以这个胆固醇在我们身体里面是这种状态。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讲的是鸡蛋，你害怕吃鸡蛋吗？你知道吗？我爸爸以前呢是飞行员，开飞机的，我哥哥也是飞行员。全世界飞行员体检呢，胆固醇是一个重要的项目啊，胆固醇超标了就停飞啊。我哥哥跟我爸爸他们那个时候在做飞行员那个年代的时候是不敢吃蛋黄的。他出去玩，我们大家都吃海鲜，他不敢吃海鲜呢。大家都以为这些食物里面胆固醇多，吃完了以后会导致他验血的时候胆固醇上升呢。但是越来越多的科学知识在告诉我们，我们验血验出来的胆固醇跟我们食物吃进去的胆固醇几乎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身体自己会调节。你如果胆固醇真的吃的比较多，那我们肝脏就会制造少一点，我们只制造我们身体需要的就够了。所以如果你吃的少了，我们的肝脏就会多制造一点，所以其实关系并不大。你害怕吃鸡蛋吗？一天吃3个鸡蛋，3个鸡蛋里面有多少胆固醇？每一个鸡蛋的胆固醇的含量呢，大约是200毫克，听起来蛮多的哈，200毫克。你如果吃3个鸡蛋的话，你就吃了600毫克了。我们自己的身体一天只制造1克的胆固醇，可是等一会儿啊，别急哈。鸡蛋里面的胆固醇，你吃到你肚子里面去以后，你的身体并没有吸收所有的胆固醇啊。我们的小肠呢，大约可以吸收1半。我们胆固醇的吸收率啊，大概可以吸收 50%， 那个体的差异是很大的。在我们食物里面摄入量增加的时候，我们身体自动会降低内源性胆固醇的合成啊。所以其实并不因为你摄入量多、摄入量少，就导致你的验血的时候胆固醇变多了变少了，我们身体自己会去调节的。另外一个就是吸收率的问题，我们身体的吸收胆固醇吸收率也有限制，所以并不是说你吃了3个鸡蛋，每一个鸡蛋里面有200毫克，那么你就吸收，你就得到了600毫克的胆固醇，然后你的血液里面就增加了600毫克的胆固醇，真实的情况并不是如此啊。我在考精准营养师的执照证的时候，读了教科书，他们说了一个小问，说一个人一天可以吃多少鸡蛋，连蛋黄一起。
教科书上是用一种比较戏谑的方式在回答的，要超过25个。它实际的意思就是你放心吃就好了。我们不需要担心吃鸡蛋吃多了，而实际上鸡蛋的营养对我们很重要啊，鸡蛋是全营养。事实上有蛮多的不同的科学研究发现，吃鸡蛋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不但不会增加，它还会让我们身体变得更健康，因为它营养丰富啊。所以各位放心吃你的蛋啊。